Hello， 大家好，我是 Alson。在这一期的视频里面呢，我想跟大家展示一下我这个床车的边柜跟这个前面这个装洗手盆的柜子的结构大概的尺寸是怎么样的。大家现在看到了这个因为车的两边呢空间不大，所以就是说尽量呢就利用它凹进去的地方尽量的就你们现在看一下也有一定的空间去放东西哈。好，为了清楚一点呢，我等一下呢就把前面那个板呢把它拆出来，让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木框啊什么的是怎么样做的。现在我把那个木板呢拆了下来，大家就会看到那个电线比较乱因为我要装了两个偏楼有几个开关的，还有一个 inverter 的偏楼，还有一个电池的偏楼所以就是说所有的控制呢都在这个板上这个板也是一共我用了两个偏楼。好，我接下来就帮大家量一下那个尺寸供大家有兴趣自己做的参考一下。好，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有一个平时那个车挂衣服的一个钩，那我们现在这个边柜呢就上面，因为我们的原则就不破坏这个车里里外外，所以就是说我们不会钻什么孔什么东西，我们就利用这个，它这个是很固定的，所以说用一个这个钩去这里一个定位，所以就上面呢就靠这一个定位所以这个也不会动的。那用一个小木方，大概很小的一个，大概是1寸3/4是半寸，半寸乘1寸3/4的一个小木方就可以这里做一个架子。那么这个长度呢我是做了24，长度24。那这个宽度呢这里是水平的但这个车呢越往后呢就越低，所以就这个不是一个四方形，所以就是说这里呢就短一点，10.5寸，这边呢就长一点，是12寸。所以就是说这块板是水平的，是跟车的 floor 是一个水平的。在上面因为这里高这里低，就是说越往后就越矮，所以这个框呢就是是这边
短一点，这边长一点。那因为这里的柜子呢不会是很用力的，而且这个方呢你也不能用比较大的木方，因为是空间的问题，因为空间已经不大了，是吧？所以就是说用一个小的木方来把它连接起来了。如果小的木方呢，你上这个螺丝呢也不是很好上，所以我是用了bracket， 反正你有很多方法把它固定起来啊。那下面呢因为它这里是很多这拐拐弯弯的地方，你就先用纸皮把它做一个模板，做一个模板以后呢，你再锯这个木板这个木板呢，我也是用了一个很薄的一个也是一个很薄的三夹板吧所以就是说反正轻一点小一点，那就不占地方好了，那这个小木框它就跟上面固定，那下面是怎么固定呢？我就利用这个床的架子利用这个床的架子，只是一颗螺丝就把这个木方固定了。所以说通过这个木方呢，就支持了这个边柜的一个力度包括这个木方。所以就是说上面已经固定了，所以下面呢我们要起码有2点要固定，才能把这个边柜hold 住这条木方呢一直伸展到这里这里这个木方一颗螺丝就在固定这个床架里面，就等于是说如果你要拆的话呢，你只把这个螺丝松掉就可以，床架就可以拿出来了床架拿出来以后，你这个整个边柜呢也可以整个拿出来这里只是挂住它没有螺丝的，其他都没有所以就是说大家刚才看到我拆了几个板以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框架。刚才量了上面那个尺寸呢，下面大概有我们这个Toyota 的车上面可以做柜子的大概有多长呢？大概是40寸吧下面这条木方是40寸所以就是说不同的车它不同，而且你喜欢做到哪里比如说我现在就做到最边了就是说里面也可以有一个空间放东西这个就每一个人喜欢他怎么样去做多大多小那下面这一层呢，跟大家说一下OK， 下面这一层呢，我就因为尽量的利用所有的空间它原来车这里有一个2个放杯子的，这里有一个 storage这个呢我都保持它原来这2个功能，那我只是把它这里有多出来的，我就裁剪一颗像它这个形状的一个小板这里再加一条小木方，就把它固定了。所以说这里呢，就等于是多了一层，多了一格，可以放一些小杂物。好，就刚才介绍了这个边柜，现在顺便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做这个洗手盘这个柜子大概的尺寸是怎么样去提供一些给有兴趣去做的一些朋友吧。我这个柜子的长度呢从司机的后背到这里呢大概是38寸
那这个就你喜欢短一点、长一点，这个没有关系啊，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我这个车的一个参考这个宽度这一边呢是12寸，因为我是迁就买了一个长方形的洗手盆所以就是说就按这个尺寸，因为这个位置呢是如果你太宽的话呢，就会妨碍这个床，因为床已经到这里了就是说床打开了已经到这里了，所以这个宽度呢也不适合太宽，所以就是说这个位置12跟38那中间这个呢，我是extend 了分两部分它的宽度呢也是12，这个可以 fold 出来的呢，这个是21寸这个如果平时睡觉的时候呢，你要多一点空间呢，就可以把它放下去那就是放下去的一个状态这个呢也可以打开就变成一个桌子这个打开以后就变一个桌子了打开以后就变成24了就我们现在使用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够宽的一个小桌子那这个其实也挺简单，你分开两部分中间用一个活动的门铰两部分是吧这个也是用一个长条的一个轿子就可以把它活动的，那这里就装一个大概也随你喜欢了，我是1寸半乘大概3/4寸的一个小木方来形成一个框框，那就等于是一个 tray它一个好处就是说当开车的时候或者是你放一些小东西它就不会跑出来是吧，而且你打开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平的，只是你翻开的时候里面就等于是可以装东西了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实用这个柜子的下面呢，就是我们主要是装了这个水箱、用水箱、清水箱跟这个灰水箱因为地方是非常有限制的，所以就是说所有的地方都是你要因这个地方来配你需要的东西这里有2格，一格就放厨房的一些小杂物，下面就放电饭锅电水锅这个东西那这里呢，我就刚好这个位置我就做了一个插电的板，这个电是从这个inverter 出来的120伏的一个大电好，另外这个高度呢从那个地台到那里是22寸这个也是每个人喜欢了，一般我自己就是刚刚这个车的窗有多高，这个柜子就有多高那这里呢做了一个用木方
这里用木方啊做一个架子啊，几条木方做一个架子。这里是1条、2条啊，这里3条、4条啊，这里4条打竖的木方。那到这里呢啊，有2条，1条、2条啊。等下在外面再看一下。好，现在从车的左侧看到这个柜啊，就是下面就从这个地毯里面再做，用1寸的方1/8的方做一个架子那刚才这里有2条哈，1条、2条。好，基本上这个柜子就是这样。希望这尺寸呢能帮到有兴趣自己做这个的朋友吧。好，现在看一下车的右侧的边柜这个做的原理是一样的中间也是靠这个挂衣服的地方固定上面这个部分下面也一样用这个床架来固定它。只不过是这边呢我就没有需要用那个电的 control panel， 所以就是说我就1块板过就 OK 了。那中间呢你想怎么样的形状开这个窗怎么样都是个人的喜好这个基本上比较简单就我这边我就不拆了，跟刚才那个左边是一模一样的结构。